宋爷爷为了怕姨们担心福宝，在今天下午时发了一篇有关于今天福宝状态的随笔，名字是《福宝的中国之旅倒计时》第29天。文中写道：昨天福宝回家后，以及在昨天晚上表现的都很自然，没有什么不适，一直到今天早上该出门玩耍时，但由于隔离，不能再让福宝出门了。福宝因为无法出门，表现出了躁动的迹象，因为福宝已经习惯了这个作息规律。不过宋爷爷表示，很快福宝便稳定了下来。福宝最后选择了留下来，安静的陪伴爷爷。之后，福宝专注于吃爷爷准备的新炖竹子，便忘记了要出门这个事情。而且，目前福宝隔离的房间只允许指定的饲养员进入，而为了统一饲养员们的服装，所有饲养员都换上了灰色简易服，这样可以保证福宝的健康安全等问题。但想必福宝通过自己灵敏的嗅觉，是能够准确分清哪个是爷爷的。宋爷爷还分享到，自己在第一次穿着灰色衣服去看福宝时，福宝似乎像是看到了怪物一样，在大喊大叫。当时宋爷爷立马给福宝拿出来一块小苹果，放入福宝的嘴巴，福宝立马就安稳了下来。宋爷爷为了安抚福宝，暂时将自己的帽子摘了下来，让福宝知道是爷爷来了，并不是怪兽。由此，福宝的状态便稳定了下来。爷爷夸赞福宝是聪明的，而且能够冷静地接受突然发生的变化。而现在福宝隔离的地方还是之前所在的房间，这样福宝不会因为环境发生变化而感到不安，这对目前的福宝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。在文中最后，宋爷爷还解释了为什么要搬走福宝的躺椅和吊床。宋爷爷表示，搬走他们是为了给他们消毒，站在爱宝的健康安全上考虑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宋爷爷表示自己会好好照顾福宝的，而且会在合适的时候继续分享福宝的状态。聪明的福宝和观光的游客玩起了捉迷藏，福宝看着很多游客在拿着手机拍他，福宝害羞地躲到了墙角，还时不时抬头看看游客们有没有发现自己。结果福宝抬头时，恰好被游客拍个正着，福宝又害羞地缩了下去，之后又悄咪咪地抬头看了看游客，偷偷溜走了。结果没走几步，发现前面也有人，又迅速转头跑了回去。古灵精怪的福宝四处躲藏，发现哪儿都是人，自己根本没地方躲。几经翻滚后，白熊已经变成了灰熊。玩开心的福宝屁颠儿屁颠儿的离开了人群，跑到上面后，福宝又躲到了柱子后面。一会儿，福宝跳了出来，想吓游客们一跳，碰巧到了下班点儿，福宝看到出口开了，便跑了出去。福宝又来到室内园区，之前在室外已经吃饱喝足的福宝来到吊床前想休息一下，结果却被上面插着的竹子挡住了。生气的福宝直接将竹子全都薅了下来，和他们打了一架，福宝完胜。福宝又来到爱宝的平台上，发现有胡萝卜，福宝先将胡萝卜吃掉，之后又来到吊床前给游客们表演起了空中蹬腿。表演结束，打卡下班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乐宝这时正在树上发呆，天上突然下起了雪。乐宝换了个姿势，坐在树杈中欣赏起了雪中的园区。爷爷们怕天气温度突然发生变化，乐宝会感冒，便急忙将回家的门打开了。乐宝看到门开了，便懂事的从树上下来回家了。毕竟乐宝年纪在这里什么场景没见过，这点小雪已不足为奇。而此时福宝也正在室外营业，正在吃饭的福宝看到天上突然飘起的雪花，同样并没有慌，决定先填饱肚子再说。填饱肚子后，雪也停了下来。这时福宝依旧没有想回家的意思。宋爷爷害怕福宝没有看到回家的路口打开，特意出来喊福宝回家。福宝不为所动，打算在园区再溜达一会儿，但福宝经不住宋爷爷一直呼喊，还是听话的回了家。第二天雪停了，乐宝来到室外进食，没想到进食到一半，雪又下起来了，甚至越下越大。乐宝心想，反正都出来了，还是先吃饱再说吧。就这样，一段时间后，乐宝身上渐渐白了起来，鹅毛般的大雪裹满了乐宝的全身，但乐宝还是没有想回家的意图，直到爷爷叫喊声越来越大，乐宝这才乖乖往回走。乐宝走到门口时，还是对外面的雪景依依不舍，在门口蹭了蹭，留下自己的气味后，才安心回家。调皮的福宝刚上班没一会儿，就将自己身上弄得黢黑。爱宝看到福宝冲过来，连忙将福宝推开，这脏兮兮的身子蹭到自己身上就不好了。福宝心想，那我走。独立前的福宝就是爱宝的小跟屁虫，和妈妈分开时间一长，就要跑到妈妈身边看看妈妈在干嘛。每次跑来都是一顿折腾，折腾完就溜，一点儿也不管爱宝的感受。爱宝心情好让他走，心情不好抓住就是一顿揍。但福宝依旧精力旺盛，折腾一天也不会觉得累。而当妈妈离开时，福宝就会想妈妈，在园区四处寻找妈妈去了哪儿，或是蹲在出入口等妈妈出现。只有看到妈妈来了时才会安心。这时爱宝走了过来，盯上了福宝手里的竹子，福宝乖乖递给爱宝，自己再捡一根。虽然福宝很调皮，但懂事的时候也是很懂事。看着妈妈在冰床上躺着，自己走过来乖乖躺在妈妈身边，看到妈妈在休息，
自己便乖乖坐在妈妈身后吃饭。因为太喜欢妈妈，所以福宝经常拿屁股蹭爱宝的身体，在爱宝身上留下自己的气味，以此示意爱宝是福宝的。宋爷爷将最近收集起来的红色枫叶全部倒在了福宝的小床上，满满3大袋的枫叶将福宝的小床铺得满满的。这时福宝从室外开心的赶来，先爬到滑梯上休息了一下，一回头突然看到下面有好多红色枫叶。福宝好奇地爬了下去，刚开始还在奇怪谁把这些奇怪的东西放在我的床上的，表示很生气。就在福宝无情拍打枫叶时，突然发现眼前的这堆叶子有点意思，索性直接躺了下来，在上面打起了滚。福宝瞬间从讨厌枫叶变成了爱上枫叶，喜欢到不想下床。福宝站在床边，心想是去下面玩还是在枫叶上玩，想了想还是舍不得满床的枫叶，直到自己口渴的不行了，才从床上下来。玩完枫叶第2天后，江爷爷又为福宝准备了惊喜。江爷爷将冻好的竹子冰放在了福宝的专属泳池里，而福宝则是坐在树上盯着爷爷干活。爷爷引导福宝下来玩水。福宝对新事物总是会保持谨慎，但一旦接受它后就会开始忘我。福宝先伸手进去试了试，试图将冰块从水里叼上来，但是有点重。福宝试了2次便放弃了。这时江爷爷又为福宝拿来了一个皮球，但福宝还是有点不想下水，将皮球叼上来玩耍。脏脏熊突然变得爱干净，爷爷们还有点不习惯。江爷爷不信邪，再次过来将福宝的球放进了水池里。福宝梅开2度，再次将皮球叼了上来，说啥也不去水池里。这次福宝决定将球放到树上玩，让爷爷够不着。结果爬到一半，球不小心掉了下去。江爷爷再次前来，将球给福宝捡了回来，又放回了水池里。江爷爷也挺倔强的，这次江爷爷在球上拴了根绳子，试图让福宝拿不下来。福宝又来到水池，依旧想将球捞出来玩，但尝试几次没成功。福宝决定先休息一下，吃点竹子，结果刚好坐在了江爷爷种的小树旁边，一屁股就给小树坐歪了。最后江爷爷既没有让福宝在水池里玩上球，还损失了一棵小树。福宝爬到树上打起了台球，一个戳球成功将红3打入洞里。打完球后，福宝看着球杆味道不错，浅浅品尝了一下，没想到直接好吃到陶醉。打完台球后的福宝又爬到了树上晒太阳，暖暖春风吹在身上，不禁多了几分惬意。吹完春风，福宝又爬到了树上，开始了吃播，鲜嫩的竹筋格外清甜，如甘蔗一般。吃播结束，福宝又跑到妈妈怀里，黏着妈妈。小时候的福宝真的是一刻也离不开爱宝，当然除了挨打时，每次挨打后福宝都会逃得远远的。这天天上飘着秋雨，福宝挨打后选择远离妈妈，爬到了树上。风吹的树枝摇摇晃晃，但福宝依旧丝毫不慌。就这样一个熊躺在树上，接受着秋雨的洗礼，洗刷着刚才被打的怨气，直到宋爷爷前来安慰。但是安慰半天并不管用，宋爷爷索性也当起了观众，拿起手机给福宝拍照。可能宋爷爷也是第一次见伤心的熊猫淋雨，忧郁的气息充斥着福宝全身，直到雨越下越大，福宝浑身湿透了，才慢慢爬了下来。福宝下来后，宋爷爷又拿来胡萝卜对福宝进行安慰。看得出福宝这时已经从悲伤中走了出来，看来伤心的人喜欢淋雨是有道理的，看来雨水真的可以冲刷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。